二弟，你来了，请坐。此次我已经帮你查到了，你所遇到的那个自称尹洪公子之人，正是西戎国的大王子骆红尹。果真是他。可有查到他们此行来的目的？据说他们在我中原已游学数月，时不时还会听一些汉学大家的讲学。他们此行逗留时间这么久，必定有蹊跷。你该派几个眼线盯着他们才是。此事我早已有安排。今日请你来，就是想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谁？我的至交汉学大家礼部侍郎李怀柳。李怀柳见过出清大人，请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弟弟出彻。啊，原来是出彻先生。出清大人经常将您挂在嘴边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气度不凡。原来是李大人。久仰。哦，出先生也听说过我。中原汉学三杰，南有史文清，文采飞扬，但花拳绣腿，华而不实；北有孔叶春，言辞犀利，剑走偏锋。而京城有个李怀柳，才高八斗，博古通今，但凤脖鸾飘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文笔清淡，却胜在平实。惭愧惭愧，都是些坊间传闻，没想到出彻先生对我竟如此之了解。你我同是怀才不遇之人。此次李大人四处讲学，这骆王子是次次捧场，所以我认为，让李大人去监视骆王子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李大人，可是发现了什么端倪？骆红英此次只带了一个随从，经我查实，是西戎国的名将林将军。他走了，中原和西戎的战争就要开始了。出先生今日一番见解，令李某着实佩服。李大人过奖了，能在出清府上遇到您，也是出某的荣幸。敢问李大人，是在何时与我大哥相识的？这话说来话长。我与出清大人当年一起参加科举考试相识，后又一起入朝为官。只不过李某祖上身份不太好，所以至今也没有什么大作为。10年寒窗苦读，一朝科举中进士，最终却只能做个小小考官，批批卷子。想来
也着实太过屈才了。惭愧啊，惭愧！古往今来，有多少像李某这样的人？就连大诗人楚原，也不是落得个凄凉的结局。李某已经感觉自己很幸运了。李大人也喜欢楚原？何止是喜欢呀！改日楚大人可以到我府上欣赏一下我收藏的楚原的原作。我敢说，全京城的人，没有人比我这儿更全。这些是什么？齐燕的收藏涉猎之广，大大出乎我所料。可不是吗？他平时就爱收集楚原的原作，之前送出去几篇，现在这儿还剩下几篇。楚原原作？是啊，之前送出去那几篇，我还特别舍不得呢。有骊山啊、地问、19歌、8章，现在也就剩下这几篇了。楚原原作流传于世不过20余篇，启燕竟然能有10几篇，看来他是真的喜欢。他喜不喜欢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总觉得他做什么事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楚原原作流传于世不过20余篇，李大人也都是留有原作。这话搁前几年李某不敢说，但是现在李某敢拍着胸脯说，楚原能流传下来的原作都在李某的手上。骊山、地问、19歌、8章、远游3日、不居山下、渔父都是亲笔手书。远游3日、不居山下、渔父，这3篇，李大人也都是拿到了原作吗？自然是。你这放开我！走，走吧，说，你谁呀你？两位大哥，这有点不太好吧？你说这大白天的，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是吧？不能抢良家民女。这良家什么少女？我就跟这个娘们生意没谈好啊，不跟我们出去，现在翻脸了。你也不看看这个女人是什么女人？我看脑子是坏了。滚！你再骂一个！算了。若倩，若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安大哥，别来无恙。洛儿，怎么啦？这是谁的衣服？安大哥的呀。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换上男装比较方便，我就跟他借了一身。以后不许穿别人的衣服。可是穿男装出去玩才方便啊。以后只能穿我的衣服。走，来，快。哟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要不我先出去？哎呀，安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位姑娘是出车，她就是我跟你说，我一直喜欢的那个人。若倩姑娘，楚先生久仰大名，这位就是一诺妹妹吧？啊，我就是。若倩是我一直以来的爱人，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私定终生了。
哎，怎么了？就允许你们两个每天你侬我侬的秀恩爱啊？我安子毅就不能找一个一生挚爱的女人？这位小姐姐长得真是美啊，但却又有一种冷冽的气质。跟你比起来，我简直素得像一碗白开水一样。玉洛妹妹不施粉黛，也如此脱俗，真是少有的美人胚子。真的吗？师傅，你看若倩姐姐眼光多好。若倩姑娘和安子毅这么多年没见，不知姑娘去了哪里？她，若倩她去。玉堂春。玉堂春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好听的名字。妓院。妓院啊，妓院，那姐姐又要养鸡，又要……一洛，把嘴闭上吧！你越描越黑，你别说了，把嘴闭上。在玉堂春，我也有我的无奈。几年前，安大哥随他爹南下寻药，偶遇了在山上采药的我，又都是喜欢研究草药的同道中人，渐渐有了感情，而后互许终身。后来我家遭遇了一场大祸，抱着一丝希望，却不料遇到了坏人，被卖到了玉堂春。若倩，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，一定会。对啊，若倩姐姐。若倩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把你赎出来。若倩姑娘在玉堂春，花名叫做什么？做了多少年？出彻，你能不能别问了？安子毅乃一介草民，虽说家里世代行医，但他最爱给穷人看病，兜比脸都还干净。要是赎你，恐怕得借不少银子。哎呀，师傅你别说，搞不好还要四处去借。若倩，若倩，哎呀，师傅，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刺激他们呀？他们好不容易才刚刚相认。与其沉浸在相逢的快乐中，倒不如想想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。那若倩姐姐也没有让安大哥把她赎出来啊。你觉得安子毅不会这么做吗？一个女人的出身就这么重要吗？那我岂不是连出身都没有？我和子毅不同，没有人能左右得了我的想法，而且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。那都这么久了，师傅有查出什么来吗？你爹的那份名单，牵扯到当年的一场科举考试，此案盘根错节，我还要继续查下去。那岂不是会牵扯很多人出来？我现在还不确定，所以还需要时间。师傅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好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还有，你有空可以去找若倩姑娘聊一聊。我相信，你们应该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原来你没有看不起他，太好了，师傅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嘛。若倩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
好。若倩，你永远都是我心中那个骄傲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变，你和那些人不一样。你小时候读过书，习过字，你和我一样有治病救人的抱负，不是吗？若倩，你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。不晚。你来京城不是为了找到我吗？好啊，现在找到了，我就在这儿，活着就是希望，我们都活着，不是吗？若倩，我一定把你赎出来，一定。本王问你，今天在朝堂之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吏部的那个小官王重生，竟然跟四哥意见一致。你不是说他是你的人吗？殿下请息怒，此人确实是我们的人。那他为何在朝堂之上帮着四皇兄讲话？此前二皇子谋反一事，让皇上整天都疑神疑鬼的。此时我们的人不应该有任何结党营私的迹象发生。现在还不到用的时候，所以我把他派到四皇子那边，博取对方的信任。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原来如此，看来是本王错怪你了。其实殿下不必太过担心，他们这些人的身份，说话是没有分量的。此时站队，岂不太过愚蠢？安大哥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都等你半天了。傻丫头，在干嘛呀2件事。出撤要找我道歉是吧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师父这个人要面子嘛。你看这一篮子水果是他给你和若倩姐姐赔不是的。安大哥，你是不是男人大度一点嘛？再说了，我师父还不是为了你好。好吧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东西收下了啊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师父让我问你。什么呀？东炉菊1钱，9层塔2钱，8豆粉3钱。哎，一路，这个药方可不是治病的吧？是治病，不是治病。什么情况？我师父说让你买这个药，然后下到那个完全没有，然后把这件事情全部告诉人家上去。可以，绝啊！师父厉害，没问题，包我身上啊。子夜，哎呦，若倩，你来了。若倩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他现在的时间都是你安大爷我包的。哟，都比脸干净的安大爷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劫富济贫呐，多给富人看病，钱不就来了吗？一罗妹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师父让我来给你赔不是啊。这不送水果来了。你们都是安大哥的好朋友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这礼物我收下了。好好陪你若倩姐姐说说话，我还有事儿要出去一趟啊。安大哥有若倩姐姐这样的绝色佳人喜欢他，是多少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当然啊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姐姐这手法一看就是真的懂草药的人。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研究草药。哦，姐姐以前家里也是行医治病的吗？一个女孩子学这个，肯定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真好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原是江南一个大户人家的后代，家父入朝为官，
为太子做事。几年前因为得罪了太子，被驱逐出京。而后我一家人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了。随后有一场大火，都把整个院子都烧光了。你爹先前是太子的人？我爹曾是太子的老师。那火灾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4年前。那姐姐有没有想过为家人找出真凶啊？我见过真凶。你见过？你当时就在现场？对，我亲眼看见他一个一个将我的家人咬死撕碎，然后消失不见了。究竟是什么人呀？居然可以这么狠心！我不知道。那你见过他，为何找不到他？因为它是一种传说中的猛兽，叫做妖狼。你的家人是被妖狼咬死的吗？对。那你是怎么逃脱的？那天我恰好从山上回来，身上背有火秧了。妖狼就算在我身边，都闻不到我，如此我才逃过一劫。火秧乐，不就是安大哥给师傅吃的药吗？我记得，妹妹好像也是孤儿。我家里穷，父母都相继得病死了，是师傅收留了我。我真羡慕你。如果当初我来找安大哥，不会被卖到青楼里，也许生活就不会是现在这样。姐姐，安大哥是好人，他一定会对你好的。谢谢你。难以想象，厄运多少次降临在若倩姐姐身上。如果我没有遇到师傅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动力活下去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妖狼，害得那么多人家破人亡。这个妖狼究竟在哪里？得知王夫人喜欢玉器首饰，我还特地托人去寻了几个绝世宝贝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太贵重了。能配得上夫人的气质，是这些宝贝的福气。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们殿下在朝堂之上，还需要王丞相多多帮衬才好啊。你也知道，他们男人的事，我们女人不好插手呀。夫人，您看您，可别把这些小礼物看成是我出钱非要办成什么事儿似的，这样我以后哪还敢给您送礼物呀？难得碰到懂玉器的人，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您做个姐妹呢。那是，这礼啊，你既然已经备下了，我不收也不太好意思。六皇子那边，我会在丞相面前美言几句，可是丞相他自有他自己的主意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总不好讨论这些正事啊，你说对吧？你若觉得不妥，这礼我就还给你了。夫人，送出去的礼物哪有收回的道理啊？您就好好拿着，不打紧。能替我美言几句，出钱已经很感恩了。六皇子真是好福气啊，能够娶到你这样的贤妻。夫人过奖了。时候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下次啊，我多带几个喜爱玉器的官夫人一起过来。
那自然是太好了。好了，景王妃留步吧。慢走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初浅，你现在怎么开始和这些俗气的官夫人开始攀关系了啊？这可不像你啊！我最近好累啊，不想跟你聊这些。哦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你吗？别来这些虚的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有点说不出口。你还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。说呀。初浅，我想向你借点钱。借钱？对。你干嘛找我借啊？你爹没有吗？我没办法跟我爹借，我也跟他说不出口。为什么呀？反正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，只能找你借了。你该不会是多乐道赌钱去了吧？不是，初浅，我的是正经事。什么正经事儿？我没法跟你说，初浅，我以后再跟你说好不好？你现在就借我点钱吧。哎，六皇子有钱，他也不差这点，你帮我跟他提一下好吗？求求你了。要借多少？3000两。殿下，你看要不要借给他？他有说借这么多钱做什么吗？没有，看样子是很着急的。安子怡可从来没有跟我借过钱。你借给他吧，毕竟你们自幼一起长大，关系又这么好。他喜欢给穷人看病，闹得囊中羞涩，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。那我就先替安子怡谢过殿下了。今日丞相夫人会面如何？挺好的。礼收了？收了。太好了，那丞相已经答应帮咱们了吗？他说了会在丞相面前为我们美言几句，还说下次再带一些官夫人过来。送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过去，他竟然没有表明态度，只是美言几句，你这事儿怎么办呢？这么糊里糊涂。是我的不对，我明天再去找他。不必了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省心，到最后还不都是得靠我自己。你先睡吧。殿下。之前，洛寒统率10万大军，佯装败阵，诱敌出城。不料隋国军队被分割包围，欲歼灭。西戎国士气大振，一举攻破国都。这个二王子洛寒统，居然是个这么厉害的角色。皇上，隋国乃我中原地势上最为重要的友邦，如今西戎将隋国强行占领，且据探子来报，西戎国并无收手之意，甚至在我边境有所挑衅。臣恐怕，西戎国迟早与我中原要有一仗了。赵国炳，臣在。朕之前不是派你和二皇子去西戎谈判吗？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还赔付了2座城池，不是已达成共识，和睦相处，相安无事吗？微臣无能，请皇上赐罪。区区一个西戎国，竟敢犯我中原大国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众位爱卿，还有什么高见吗？皇上，四皇子正率20万大军，在南国边境平定动乱。此时京城备用军队人手并不充足，恐守不住啊。但倘若四皇子带兵回来，定能击退敌军，
臣愿意带兵先去拖住西戎军，为四皇子回来争取时间。现在京城能集结的兵力，大概能抵抗多久？几天？回皇上，大约2个时辰。你们平时不是挺能说吗？怎么现在都哑巴了呢？啊！父皇，儿臣认为此时坐以待毙，必将死路一条。你这是废话。父皇有所不知，西戎国的大王子骆红影，此时正在我们京城之中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骆红影此次来京，表面上是在求学，实则是在暗中勘察我中原地形，意图寻找突破口，协助二王子一举将我中原国攻下。哦，你又是如何知道的这么详尽呢？儿臣也是前几日听礼部侍郎李怀柳大人所说。李怀柳，怎么回事啊？启禀皇上，西戎国大王子隐姓埋名来中原游学，与正在讲学的微臣相识。西戎国大王子的言行举止不像是寻常百姓，他所行的礼也并非中原礼，微臣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暗中跟踪和追查他，所以有这一猜想。而这一猜想，也正好与现在的情况完全吻合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儿臣愿亲自带李大人前往边境，与西戎国的二王子进行谈判，以此拖延时间。这样四哥就有充足的时间调回人马，到时候是战是和，我们再看。又是谈判，万一不成呢？啊，我白送一条人命吗？若此次谈判失败，横竖都是一死。况且城中有刘将军保护着父皇，儿臣心甘情愿。众爱卿，还有什么高见吗？微臣愿意和六皇子一起前去谈判。看来也只有这样了。儿臣定不辜负父皇所托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六皇子，请用茶。出车先生，来。骆红影此时正在何处？在我手里，安然无恙。这次多亏了二弟，你有先见之明啊。也要多谢李大人提供的线索。啊，楚先生过奖了，李某愧不敢当。国家有难，我也不忍袖手旁观。那是必然，初先生不必顾虑我的感受，这是为国之大义。来，尹公子，青菜。来吃点肉啊！来，多吃点菜，尹公子。尹公子，今天我一定要给你践行。如果你当我是你的朋友，这杯你一定要喝。好，喝完这一杯，我就得赶路了。子义敬你，跟洛姑娘喝，不跟我喝。好，来干，尹公子，干！干！哎，我们来玩剪刀石头布吧。可以啊。中原的游戏，我不太会。剪子。哦，输了。这是这个你得喝，尹公子，不能玩赖啊。这杯你一定要喝。
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关键是尹公子，你不喝可以，洛儿这么伤心，你忍心吗？就是的呀。那可不行啊！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伤心的样子。你要我喝，我就喝。此事还需要多久？玉，谁是六皇子？我就是。西戎国二王子果然是条汉子，单枪匹马前来。不用那么多废话，找我来所为何事？一件事。说吧。撤兵。哈哈，笑话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来指挥我？听荣西戎国大王子骆红隐正在中原游学，不知二王子是否知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二王子趁中原与边境之战，集结兵马想攻打我中原国，这做法未免也太阴险了吧？哈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攻打你们中原呢？中原四面环山，地形错综复杂，易守难攻。如果没有那张图纸，只怕你也是束手无策吧。你是谁？我只是一介草民，只不过我手里有你哥哥骆红隐罢了。我哥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西戎？只要你带兵回到自己的地盘，我保证，大王子定能安然无恙地回西戎。好，我信你。但如果我哥出任何闪失，我第一个来取你六皇子的人头。哼！上！哎呦，尹公子，尹公子你怎么起来了？我的天哪，你病得好严重，烧得好厉害啊！你也别着急啊，安大哥会把你医好的。我会的，尹公子，放心吧。先休息吧。你就安安心心在这养病吧。而且，一洛挺关心你的。快睡吧。好。哎呀，哎呀，他真的烧得很厉害。对啊，那要不然怎么拖他这么多天？不是，可是他这么一直烧下去，不会烧傻吧？或者他烧着烧着烧死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放心吧，我跟你讲，他那个病就是看起来很严重，实际上对什么五脏六腑伤害都很小。他在那儿发汗发热，其实就是排毒呢。啊，这么厉害？当然。我说了，我不会帮靖王的。可是你每一次最后都帮了，你刚刚还帮他赶走了西戎的边境威胁。我那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天下苍生。你怎么会如此糊涂？
国都差点没了，还谈什么皇位？哥，我的妹妹，从来不会在乎金钱、权力和地位。你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。我在乎的不是权力、金钱、地位，我在乎的是齐安他爱不爱我。孺子不可教也，我说再多也是浪费口舌。哥，你走吧。初浅姐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下次再来找你聊。师父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只是很心疼初浅姐姐。他自己都不心疼自己，别人如何能够心疼他？有时候你自私一点，我倒觉得是好事。师父，你说这话才是自私吧？洛儿跟我在一起以后，变得自私多了。那也是你教坏的，有其师必有其徒。嗯？怎么了？我倒觉得，应该是有其父必有其父吧。师父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？看来洛儿的确是不适合撒娇。哎呀，我帮你缝上。若倩，哎呦，安子夜啊，安少爷，拿着。哎呦！再也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啦！爹，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若倩姑娘。若倩姑娘是太子老师若谷行的女儿。是。当初他爹对太子管教的十分严格，太子说错了一句话，做错了一点事，他就毫不留情的严劝教训，最终导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赶出了京城。自那以后，太子结党营私，恶行累累。若是你爹在，我们如今的中原国就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确实如此。我爹以前是个贤良方正之人，太子甚至都想过要杀了他。苦命的孩子，那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？哦，爹，若倩这些年靠着一点医术，四处治病救人，主要也是找我。闭嘴！不许你讲话！
姑娘，你就没有什么叔伯可以投靠吗？我们若家灭门，是有人刻意而为之。我若生长，肯定会惨遭毒手。所以这些年，我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。若姑娘，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，可是有几句话，还希望你能够理解。这安子毅是我们安家的独子，我安千叶祖上是医药名家，名声极好。这子毅的婚事，不光是他一人的事，这关乎到我们安家整个家族的声誉，所以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爹，你说什么？安老爷，若倩自知身份卑贱，配不上安大哥。今日冒昧来访，还请安老爷见谅。若倩，你听我爹在这瞎说什么呢？再说，姑娘，你失去了双亲，还能够坚强的活着，安某佩服。若是日后我碰到合适的人家，我亲自给你做媒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自己的婚事我自己做主。老爷，门外有个病患，浑身抽搐。啊！赶快开门，把他们抬进来。是，没事啊。安神医，你赶紧给看看。爹，把我的药箱拿来。好。若倩，你会运针吗？会。好，我扎人中，你扎内关。好。给。小仙，不错嘛。不愧是安神医啊，救了我弟弟一命。你弟弟这是癫痫，病因在脑窍，关乎到心肝肾脾四脏。今天我安府人多嘈杂，等明日你带他去安济坊就诊。今天已经控制住了，暂时不会再犯了。谢谢安神医。还有这位神医姑娘。谢谢安大夫，我本来就患有癫痫，今日在玉堂春多喝了几杯。若儿姑娘，好久不见你在玉堂春了。听说你被一个卖药的赎身了，果然，你真在这里行医救人了。你们认错人了，她不叫若儿。这玉堂春的姑娘啊，哪个用的是真名啊？若儿姑娘这身子、样貌、声音都没改变。够了，会认错。我们家救你性命，你在我家调戏良家妇女，你觉得合适吗？看来这位公子不知情啊，那是我们多话了。来人，送客。多谢安神医，多谢安神医啊。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爹，你听他们胡说。不要插嘴。姑娘，你告诉我，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？不是。你知不知道这关系到我安千叶的清誉？反正今天你不回答，我亲自把玉堂春的老鸨请来，当面对质。我说得到，我也做得到。若倩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安大哥，你别替我隐瞒了。是的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家破人亡之后，进城来找安大哥，不料却被坏人所骗，被卖到了玉堂春。抱歉，我骗了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子怡在中间难堪，我也不想让您伤心。你联合我儿子欺骗我，差点侮辱了我的家风。走，我不想让你们再见面，我也永远不让你再踏入安府的大门。走。若倩，若倩，对不起，安老爷。若倩，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。
若倩，把子怡给我拦住！若倩，最赞成的，子怡。怎么了？若倩姐姐她见过妖郎。哦。若倩姐姐原本是大家闺秀，她爹原本是太子的老师。听说好像是得罪了太子，太子就把他爹逐出京城了。后来妖郎就杀了他们全家，又用一把火烧光了他们的宅子，所以混淆了当时官府对他们家的判断。那就是说，他家出事，要比太子和你家人都早。嗯。出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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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关于骆红影的。怎么样了？你猜？猜不到，你快说。走了。走了？嗯。没跟你厮杀100个来回啊？厮啥杀呀？他就留了张字条就走了。写啥了？他写，最主要的是说谢谢安神医，安神医医术高超，医德也好，治好了他的病。然后略微带了一下，说他有要事，然后就回去了。真好意思。他这一病，正好错过了最佳时机，为时已晚。四皇子已经回京了。调虎离山是吧？我懂啊，这可以啊。师傅，这叫做待天以困之，哟，用人以诱之。王翦来连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词儿一套一套的，不错嘛。我们洛儿长进了，主要是他师傅教的好。话说楚彻，你看啊，我帮你那这么大一个忙，我也不要什么嘉奖，我觉得你也可以稍微的帮我一个小小的忙，你觉得呢？你说吧。其实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我这2天一直在研究，我觉得婉韵阁空着很可惜。你想一下，那么漂亮一个房子是吧？没有人住，多冷清啊！你把若倩赎回来了？你怎么猜到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？你太不仗义了！小丫头别闹。京城的宅子太贵了，出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又没多少钱，我也不敢把他接到安府。你知道，我要把他接到安府，我爹得打死我。所以，你是找初浅借的银子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天哪！那好吧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想让若倩去婉韵阁暂住一段时间，可不可以？帮我讲。师傅，你就让若倩姐姐来这边住嘛。对呀，反正初浅姐姐也不在啊。对呀，空着也是空着。如果若倩姐姐来了，我就有伴儿了。太好了！哎，楚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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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太好了，这样以后我就不孤单了。怎么？难道在我身边就那么孤单吗？不是，师傅，你看，我这臭嘴又说错话了。师傅，你永远都看不到我最寂寞的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才会觉得寂寞。
李怀柳要当上礼部尚书了，下一个是吏部尚书陶良义，可有把握？胸有成竹。大火持续3天3夜，火光冲天，未发现一具烧焦尸骸。案发当晚，听见若府传来阵阵惨叫声。若倩姑娘原来是大家闺秀，她的爹原本是太子的老师，因得罪太子而被逐出京城，后来全家被妖狼咬死，又一把火烧了宅子，混淆了当年官府的判断。咬死就好，为什么要放一把火烧掉呢？听闻他是得罪了太子，被驱逐出京的。传闻而已，他是自己辞官回乡的。若谷行，若太傅18岁即有才名，年轻时由江南郡守庄公推荐，23岁被皇上召为博士，1年后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。而后被任命为太子老师。30岁时，严氏夫人难产，御医皆束手无策。若谷行毛遂自荐，为严氏夫人正胎位，最终保住了严氏夫人和6皇子启彦一命，被封为钦点御医。钦点御医，6皇子。他50岁辞官还乡，其著作主要有辞赋和医药2类。辞赋以《吊陈塘赋》《大鹏赋》，医药以《百毒经》最著。一日，他匆忙挂冠辞官，隔日太子登门劝留，若太傅回疑，愿返出服，从子而归，毅然离京。那时太子曾亲自登门劝他留下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太子赶他走的？那辞官之前，他都经历过什么？此事说来也蹊跷。据说他之前也曾频繁地出入皇宫，却无人见过他的行踪，也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。渴了，来杯茶。
嗯。师傅，我今天去找若倩姐姐了，看着她情绪那么低落，我就只好悻悻而归。安老爷没同意他和子怡的婚事。难怪，我看他眼角全是眼泪。好苦命的一对鸳鸯。子怡还是太冲动了。师傅，你想想办法吧。你不是很聪明的吗？你就不能帮帮他们吗？师傅若真有你说的那么聪明，何苦到现在连你爹娘的案子都查不清楚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洛儿，这么多年把你留在身边，不许你与任何人提起过去。你可曾恨过我？我知道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。现在虽然案子的碎片越来越多，却依然没有办法在我脑海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版图，反而牵扯出越来越多的疑点。师傅都查到了哪些疑点？快告诉我。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可以一起查呀，我帮你。比起现实给你带来的痛苦，我倒宁愿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师傅，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所隐瞒。我没有那么脆弱，更不是什么无忧无虑的小孩子。我内心有结，解不开，我一辈子都无法快乐。可是我不想让你受苦，你就当成我是自私吧。洛儿，初浅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师父他刚好出去了。我是来看你的。瘦了？你太久没来看我了。怎么生气了？对啊，可生气了，以后都不想理你了。唉，这可真是可怜了我带了这么多桃花酥给你呢。好啦，别生气了，这些桃花酥就当是我赔罪了。初浅姐姐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我很不好。季安要娶别的女人了，我现在已经失宠了。什么？他变心了。初浅姐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千万不要难过。我本来以为，只要我能在其他方面帮帮齐言，他也许就会知道我有多重要。所以我最近一直忙着与各个高官权贵家中的夫人交好，
我希望帮祁砚打通一些人脉，可是没有用。要做收买人心的事儿，真的好累，好虚伪。姐姐，那我们该做什么？我想求二哥帮帮祁砚。你疯了！六皇子都那样对你了，你还想让我师父帮他夺位？我想过了，祁砚是皇子，3妻4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如果他将来当了皇上，后宫肯定不止我一个女人。我嫁给他的那一天就知道会这样，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那他为什么还要争夺皇位呢？他可以不用这样做的呀。而且，我听说四皇子人也不坏啊。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四皇子被皇上召回京城了。皇上这次钦点他主持科举考试，拿他来制衡祁砚，同时又挑拨他和祁砚之间的感情。两个人因此生了很大的嫌隙。四皇子本就战功累累，手握兵权，再加上皇上对他恩宠有加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如果祁砚赢了，那我最多是独守深宫，至少我还有简儿。可是如果祁砚输了，那么全家可能都会死，我的孩子可能也保不住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祁砚的根基和人脉都不如四皇子，所以除了我二哥，没有人能帮他夺取江山。可是初亲大哥不是一直在帮？祁砚心里一直最想得到的谋士是你师父，我大哥和他相比，其实差了很多。那我师父答应了吗？我求过他了，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他那样的人，对纷争之事永远是回避的。洛儿，你帮帮我吧。你别闹了，我虽然是他的徒弟，可是他的本事我真的一成都没学到。不是，我是想，你能不能求求你师父帮帮祁砚？姐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师父他那么倔强，我怎么可能求得动他了？洛儿，初见姐姐，求你帮帮我！你这是干什么？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如果祁砚输了，我和简儿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洛儿，你能不能求求你师父，帮帮祁砚？我答应你去求师父，你快起来！真的吗，洛儿？可是师父他，只有你能劝得动他。我对自己没这个信心。你是不是也想知道，初彻对你是不是真心的？拿自己的命去试探一个男人，你一定能试出他的真心。有事？
师父，今天出钱姐姐来找我了。这间离出钱远一点。师父，出钱姐姐最近过得很苦，她是你的妹妹嘛，你就帮帮她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如果启言做不了皇帝的话，那出钱姐姐和她的孩子搞不好就会死。她是你的妹妹，你不想看她出事的，对不对？是谁告诉你他们就一定会死？再说你明知道我会拒绝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师父，你就帮帮他们吧，洛儿求你了。你不是说我对你很重要的吗？那为何你却不肯答应我对你的请求？师父。